中美角色互换，美国不再淡定。基辛格突然出面为美国说情，想被打之前先磕头，中国实现统一已为时不远。敬请关注本期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据悉，中国已经超过德国，成为世界上机械产品最大的出口国。这些年来，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，接连从多方面展现了制造大国的实力。现如今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。不仅如此，在军事、经济等其他方面，我国也在不断刷新外界对中国最初的印象。或许正是因为如此，美国才会想尽一切办法对抗中国，遏制中国崛起。尤其是拜登的上台，美国单方面的针对性行为一度让中美两国关系陷入低谷。不过，就算是这样，美国所作所为也无法对中国构成威胁和伤害，反而让该国越来越暴露自己小丑的身份。中国多方面在世界上占的比重越来越高，相比之下，美国却逐渐从一个制造大国走向了资源出口大国，并且对于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。可以说，如今的中国和美国正处于角色互换的阶段。现在不再是中国离不开美国，而是美国离不开中国。也许是狗急跳墙，也许是气急败坏。总之，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越来越就对抗中国达成了更高的共识。从美国国会通过的诸多法案就足以看出，国会是支持美国政府对华战略政策的。此外，美国前国务卿助理在近日接受相关采访时也公开表示，美国比中国强大，才是中国和美国关系稳定的基础。美国国内反华政客开始频频对中国发起挑衅，可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表态却与美国国内政客大不相同，甚至让美国因此不再淡定。对于中美如今在多个领域的博弈，基辛格在7月9号出席其秘密访华50周年活动时表示，中美关系至关重要，今天的中美关系要比1971年更为关键。美国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，这是对话的基础，而这项50年前的承诺到现在仍然有效。基辛格声称，中国和美国对抗只会导致世界分裂。就拿台海问题来说，现在美国不是单独在对抗中国，而是拉拢多个盟友一起加入围攻中国的行列里。美国要求盟友公然站队，实际上就是在分裂世界。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站在美国的阵营，比如新加坡、韩国、菲律宾以及巴基斯坦就曾公开表示不会选边站。另外，虽说美国让嘴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，但行动上是不承认的，仍在干预中国内政，而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上是坚决不会做出让步。因此，与其说基辛格强调美国承诺一中原则50年内仍然有效的表态是为中美关系着想，倒不如说是在替美国说情。毕竟中国实现统一已经为时不远，届时美国的一系列恶行必定会迎来清算，与其那个时候被打，还不如被打之前先磕头服软。中国究竟展示了一款什么样的新装备，引各国高度关注？或突破美秘密武器，美军将在南海无所遁形。敬请关注本期节目，了解详情。现代军事发展方向走向多元，装备对一场战争的结局起关键作用。科技的不断进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更舒适便捷。仿生武器却又让我们警觉起来，高科技武器不断颠覆我们的认知。军用仿生科技备受关注，美国制造出的仿生机械狗曾参与了战争，从而拉开了各国军用仿生的热潮。美国的仿生优势正逐步被中国追平。最近，我国的一款新装备引来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。在我国举办博览会上，一条仿生鲨鱼成为了焦点。据美国媒体报道，中国不按套路出牌，近日展出了一款新型机器鲨鱼，能以低声学特征高速航行，可用于侦察和反潜作战。据悉，这款机械鲨鱼整合了多项技术，增强了仿生逼真度，安装了多套水下传感器，其视觉控制技术可实现360度无盲区无死角探测，可连续工作8小时，使用仿生尾翼而不是螺旋桨，时速可达6节。电力驱动噪音很小，潜艇声呐很难识别这种机械鲨鱼。机械鲨鱼采用新型基波材料，水下隐身性能出色，舰艇上的声呐很难分别，锁定跟踪更是困难。机械鲨鱼可近距离探测目标，即使是核潜艇也能持续跟踪而不被发现。机械鲨鱼是静音能力强的小型目标，反制的可能性极低，可持续引导友军炸弹、鱼雷进行精确打击。机械鲨鱼不仅用于反潜，机械鲨鱼可进行深海地形、近海海床进行测绘，对未知海域的测绘有利于我军潜艇的航行。中国的这款新装备能使美军在南海的潜艇和水面舰艇无所遁形。美军建立了严密的水下通信网络，推进实时数据共享，是美国的秘密武器。机械鲨鱼无疑是一个突破口，让美军的水下布局面临失灵的风险。有了这些装备，美军在南海挑衅的时候就会多一些顾忌。机械鲨鱼的工作时间时长分析可能是一款防御性武器，如果需要也可成为一款攻击型武器。机械鲨鱼要比一些无人潜艇更时尚，无人潜艇被发现的概率比较大。中国高调亮相军事装备，说明中国在装备上更加的自信和透明，有利于使更多年轻人对仿生科技更有兴趣，
有利于国家对仿生的关注和重视，有利于提高我国仿生科技的水平。在科技上的进步，有利于我国的国防建设。期待更多更好的装备能够出现。有一种仿生就会有多种仿生，或许过段时间就会出现具有攻击性的仿生鲸鱼，也有可能。越拖越危险，台当局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，开始向美国求助。中国是时候做出选择了。敬请关注本期内容，了解详情。近年来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，便寻求各种方式来对中国进行打压。因为美国认为，只有遏制住中国的发展，才是美国压制中国的唯一机会，进而才能保证自己在全球霸权的顺利行事。因此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也是干扰中国发展的重要工具。美国近期不断向台发出错误信号，以此来遏制中国前进的脚步。可笑的是，台当局也执迷不悟，认为美国就是自己的强大靠山，殊不知心存狡诈的美国只是在利用它而已。据相关媒体消息报道，近日台当局领导人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称，大陆已经有所动向，美国应该从之前的保卫变为防止，不让情况进一步蔓延。这样的发文充分显示，台当局已经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，开始向美国求助。但是这确实让人感到可笑之极。美国总统拜登之前就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，而他们却还幻想着美国能给他们做后台，借美国之力苟延残喘。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，台当局这样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梦，是典型的贼心不死。两岸统一是大陆一直以来坚定的态度，就连美国都能看出来，这是中方不容触碰的底线，因此开始退让，让美国前国务卿给美国政府搭台阶，为其说情，不让他们难堪。但台当局却还抱着幻想，想让美国做后台，祖国一定统一，也必然统一。有时若想要挑战这个底线，解放军绝对不答应，14亿中国人民也绝对不会同意。如今，美国已成了台当局的主要依靠。虽然说美国最近表示出了同意中方一个中国的政策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最原始的野心是什么？只要中国强大，就一直是美国的死对头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明白，只要有能够遏制中国前进脚步的空隙，美国必定会钻。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发展的脚步，统一大业刻不容缓。正如我国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所说，我们必须放弃幻想，时刻准备战斗，做好同敌对势力做斗争的准备。我们不难发现，就如美国这样的一些顽固势力而言，我们没有必要再进行劝说政策，一再的忍让和退步，只会让他们觉得大陆似乎在因为害怕而退缩。所以我们应该敢于亮剑，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势力起到威慑的作用。总而言之，中国统一的决心坚不可破。如果美国、日本等国家想来触碰这个底线，将会受到解放军最严厉的打击。也希望台当局能够早日清醒，如果继续执迷不悟，只会害了自己。